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目前市面上成本最低的、最完美的、可以全球漫游使用的美国原生实体手机号码。这个美国手机号码的网络运营商是 T-Mobile。T-Mobile 是美国第3大电信运营商，但是它却是一家德国的公司，是唯一一家横跨欧洲和美国的移动电话公司，也是美国所有电信运营商中可以漫游国家最多的。拥有一张 T-Mobile 的卡，也就意味着你可以享受和所有美国人一样的电信服务，不会再像使用 Google Voice 或者 No Roaming 那样被区别对待。Google Voice 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免费的美国手机号码解决方案，可以注册绝大部分的美国网站，应对 90% 的使用场景。我之前也做过很多视频，介绍 Google Voice 如何注册、如何保号、如何使用教程。但是因为 Google Voice 是 VoIP 电话，说白了就是互联网电话，在我们注册美国银行服务的时候， 99% 的情况下都是收不到银行的验证码的。我们通过美国手机号码风险查询网站可以看到，只要是 Google Voice 的号码或者其他 VoIP 号码，风险等级都是高，建议操作都是拉黑。如果我们用这样高风险的号码去注册风控比较严格的购物网站，比如亚马逊、eBay， 账户就很容易会被风控。如果你有海淘的需要，你要注册的网站风控比较严格，你已经或者将要开美国银行的账户，那么拥有一个美国原生的实体手机号码就非常有必要。如果你身在美国，那么美国传统的电信运营商甚至 Google 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不在美国，要一个美国手机号码的目的也就是接收验证码、注册网站，那么每个月几十美元的固定月租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不划算的。而今天我介绍的这张美国原生实体手机卡，月租只要3美元，人民币20块钱不到，比绝大多数中国大陆的电信运营商都要便宜。而且这3美元还包含100分钟的通话时长、100条短信、100兆的流量，看起来是不是就更香了？说了这么多废话，那么这张性价比爆炸的手机卡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手里的这张 Ultra Mobile PayGo。 这张卡是我千里迢迢托美国朋友代购回国的，包装很简单，外面是紫色的封面，打开之后里面是一张3合1的 SIM 卡，然后卡的背面是有激活码，里面还有一根取卡的针。 Ultra Mobile 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说过，它其实是美国的一家虚拟的电信运营商，地位就相当于国内的移动虚拟运营商，比如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网络的京东通讯、小米移动，使用3大运营商通知的阿里通信。这些虚拟运营商的共同特点是没有拥有自己的像基站一样的通讯设备，而是向传统的运营商批发通讯服务后，定制具有自己特点的套餐销售。所以一般虚拟电信运营商的资费都特别便宜，比如我现在使用的联通米粉卡，月租只要5元，流量1元1GB， 一个月的话费撑死也不会超过50块。而 Ultra Mobile 就是基于 T-Mobile 的网络实惠真香运营商。就像我们使用小米的米粉卡不会担心收不到银行短信一样，用 T-Mobile 网络的 Ultra Mobile 的手机卡也完全不用担心有任何使用上的问题。研究这张卡的初衷是因为很多小伙伴通过我开通了美国银行或者美国花旗银行的账户，注册网银的时候用的是 Google Voice 的号码，因为 Google Voice 是 VoIP 号码，这就导致后面收不到银行的验证短信。如果遇到了风控问题，还需要预留电话打给银行解除风控，而 Google Voice 没有充值也不能打电话，这貌似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而用这张 PayGo 的卡，就可以把 Google Voice 的号码直接转移到这张新卡，通过一番操作，原本是 VoIP 不能接收验证码的 Google Voice 号码就会变成功能无阻的 T-Mobile 手机号码，还不需要到银行更改预留手机号码，这操作只能用真香来形容了。
当然，你也可以在激活配购卡的时候申请一个新的美国手机号码。在接下来的教程里面，我将会和大家演示如何激活配购卡，如何把 Google Voice 的号码转移到配购卡，如何在激活配购的时候申请新的美国手机号码。关于这张卡，其实网上已经有很多图文教程了，但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依然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我自己在激活的时候也踩了很多雷，比如在网页激活转号的过程中提示错误，转号成功没有信号，无法开启 WiFi 通话。在花了4天时间和客服来回交手了3个回合之后，终于成功搞定了一切。今天一方面和大家分享激活转号的方法，另一方面教大家在遇到问题时如何想办法自己解决，如何联系官方客服。在开始之前，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点开小铃铛，这会鼓励我做出更优质的视频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激活网址链接，在这边输入激活码，点击开始或恢复激活。设备兼容性这边我们可以直接跳过，这边随便输一个邮政编码，下面语言选择中文。第3个选项，新号码还是现有的号码，我们在国内只能选择现有的号码转移，无法直接获取新号码激活。如果我们选择新的号码，我们一起看一下，点击继续进行激活。这边提示步骤是，首先要把手机的 SIM 卡装在手机里面，然后发送短信到6700，系统会自动为我们分配一个手机号码，然后就可以使用了。但是实际情况并不能这样操作，因为我们把手机卡插在手机上之后发现是没有信号的，因为手机号码没有激活，也没有办法漫游到中国，更别提接收发送短信，所以是没有办法直接用新号码进行激活。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采用把原来的号码转移到这张卡方法来进行激活。如果你在美国，这张卡插在手机上面是直接可以读取到信号，你直接发送短信去激活就可以了。接下来向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转移号码到我们这张新卡。有2个选项，第一种我们是可以把之前拥有的，如果说你有 Google Voice 的号码，是直接可以转移到这张卡上的。第2种方法是现在购买一个新的美国手机号码，然后转移到这张卡上。我们先来演示第一种，把 Google Voice 转移到这张卡上。我们首先还是来到激活卡的页面，在这个页面输入卡上面的激活码，流程和刚才的流程是一样的。我们直接快进，到这里选择转移传输一个现有的手机号码。好的，这边需要输入原来的电话号码、原来的账户号码、PIN 号码、邮政编码这4个选项。那么我们如何获取 Google Voice 的这4个选项呢？接下来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操作。在转移 Google Voice 的号码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号码进行解锁。解锁也就意味着你同意把自己的 Google Voice 号码转移到其他的运营商。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 Google 解锁链接，点击链接之后，我们跳转到号码选择的界面。因为我这个 Google 账号绑定了2个号码，所以选择自己要转出的号码，点击解锁我的号码，然后弹出来一个窗口是英文的，我们可以用浏览器翻译成中文。这个窗口是在提示我们解锁需要支付$3的费用，结束之后是没有办法去撤销的，最多需要3个工作日来完成。我们点击确认，接下来直接付款就可以了。付款完成之后就可以解锁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操作转移。因为我不准备把我这个号码转移到新卡上，所以这边我就不付钱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边这4个信息都怎么填写。首先第一个电话号码，我们就直接填写 Google Voice 号码就可以了。第2个账户，我们也直接填写 Google Voice 的电话号码。第3个 PIN， 我们点击第2个菜单 Voicemail，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Voicemail PIN。 如果你之前没有设置过，在这边再设置一个新的，点击保存，然后把这个 PIN 填写到激活卡的这个页面就可以了。输入完成之后，点击转移传输手机号码，点击继续进行激活，我们就可以看到系统正在准备激活。这个激活有可能不是实时完成的，系统跳转到下一个界面，添加信用卡。添加信用卡是为了激活成功之后，我们对新卡进行充值。需要注意的是，下面的账单接收地址，建议大家填写免税州的地址，
这样的话我们充值的时候可以省掉一个税费。这边的账单地址和你的手机号码的归属地不一样也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你手机号码是纽约的，你账单接收地址填的是俄勒冈或者其他免税州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你不想现在添加，你可以点击下面的先跳过。到这个页面是要设置一下网络账户的用户名和密码，这个就是你激活成功之后需要登录它的网上的账户去进行充值、查询套餐或者购买其他服务，都需要经过这个。大家可以直接在这里去注册填写，时间关系我就先暂时跳过了。这边提示激活过程仍在继续，快的话几分钟几个小时，慢的话可能需要3到7个工作日都是有可能的，这个主要要看大家的运气了。号码转移成功之后 Google 也会给你发送邮件的，收到邮件之后我们再把卡插到手机上，然后就会看到有信号了，这个时候说明已经成功的把 Google Voice 的号码转移到我们这张新卡上了。为什么我自己不选择直接转移现有的 Google Voice 号码呢？因为我现在使用的 Google Voice 号码注册了很多服务，比如说 Facebook、Twitter 还有大部分的购物网站。如果直接把现在的号码转移到新卡，那么我这张新卡就会收到很多这些注册网站的垃圾信息。我这张新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绑定美国的银行账户，这样能够顺利的收到银行的验证码，也能够用银行预留的电话去给银行客服打电话，这样的话会省去很多验证的麻烦。所以这张作为银行专用的实体卡，我是不打算去注册其他服务的。如果你也有跟我一样的想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购买一个新的美国手机号码。我是通过这个网站来购买新的美国手机号码的，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面，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跟着我的教程一起操作。首先我们需要在购买这边输入你想购买手机号码的区号，我这边想购买洛杉矶的手机号码，直接输入洛杉矶的区号213，系统就会给我们很多213开头的加州洛杉矶的手机号码的选择。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排序，按照价格从低到高来进行排序。如果你是土豪的话，你也可以花几百美元去购买一个靓号。我这边也给出了美国各个地区的区号，大家可以放慢视频的速度，在这里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区号。我们选择出自己想要的手机号码之后，直接点击添加到购物车，我们选择结算，然后在计划这里我们选择转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号码的价格是5美元加2美元，一共是7美元，这个是目前最便宜的一个号码的价格了。没有问题的话点击继续，接下来输入自己的名字、地址、城市、哪个州的，邮政编码是多少。这边的话不需要真实的也可以，因为这是不记名的手机号码。地址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免税州的，也可以选择不免税州的。下面设置一些邮箱和密码，点击继续。好的，在这个页面我们输入自己的信用卡信息，我这边用的是国内招商银行的全币种信用卡，是可以支付成功的。银行卡信息输入完成之后是不会马上扣费的。我们点击确认我的订单，接下来就会跳转到后台。后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号码现在是订单正在处理中。我们过几分钟刷新一下，会看到界面是有变化的。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可以看到是激活这个号码大概需要2个小时。然后我去吃了顿饭，回来之后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收到了这个网站发来的邮件，说我这个号码已经订购成功了。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网站的后台，点击后面的 Port， 可以看到转移号码的一些信息。我们到新卡激活的页面，还是一样输入卡片的激活码，然后邮编，这里需要和我们刚购买的那个号码的网站邮编是一样的，否则有可能会转移不成功。下面选择转移传输一个现有的手机号码，然后我们一起看一下是怎么填写信息的。首先第一个手机号码就填写手机号码就可以了，账户就填写这个井号后面的一串数字，下面邮编填写我们在网站注册的时候的邮编，最后一个空不用填。好了之后点击转移传输手机号码，和我们刚刚 Google Voice 的号码是一样的，下面也是需要信用卡信息，设置账单地址，设置网站的登录名和密码。接下来是提示激活过程正在完成，激活的时间也是要看运气的。我这次买的这个新的洛杉矶的号码激活就非常不顺利，在网站填写完激活信息之后，网站就一直报错，等了1个工作日还是这样。
于是就试着打了网页预留的美国电话，才发现有中文客服。接通客服，客服说要技术人员干预，报了激活码和条码下面的数字，等了1个工作日，然后我才收到网站给我的邮件，说是已经成功转移了。一共会有3封邮件发给我们，第1封和第2封邮件说的是正在转移，最后1封是劝已经转移完成了。然后我插卡后还是没有信号，几乎都要崩溃的我又去打了客服电话。客服问你手机号码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激活的，我如实告知是在中国。客服当即说中国激活的是没有办法用的，即使是转移过去的号码也没用，必须要在美国接收一下信号才可以用。我听到这么说有点傻眼了，但还是不死心的说，你确定吗？我别的朋友也是国内激活的就可以用的。客服这才变了语气，那我尝试重新给你激活一下，但不保证一定能用。让我挂掉电话后，过2分钟重新插卡尝试。这次我重启了一下手机，立马就收到了信号和转移号码成功的短信。大家在激活的时候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打中文客服电话，建议用 Skype 打，免费，通话质量也很不错。他们的上班时间是北京时间的晚上9点到早上9点。另外我们拿到新卡后，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手机号码，也不想麻烦自己选号转移，也可以尝试直接拨打客服电话，报上激活码，客服那边就会帮我们获取新的美国号码并激活。这应该是目前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了。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激活后的设置。首先激活成功后，我们会收到一条短信，提示我们已经转移到 Ultra 的网络了。下面的一条短信提示我们最晚要在1个月之内进行充值，不然卡就会废掉。新卡购买的价格是13美元，其中包括10美元的激活费用，剩余的3美元就是第1个月的月费。在第2个月开始之前一定要充值。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激活后没有充值，是不能打电话也不能接电话的，只有充值了才可以正常的拨打接听电话。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来到官网，官网默认是英文的，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切换成中文。我们点击登录。如果你之前没有设置过用户名和密码的话，我们这边需要发送短信发送密码。如果你设置过了，我们直接在这边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了。这是后台的一个初始界面，在主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包月计划，下一个充值日期是8月25号，费用是每个月3美元。右边点击查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剩余的语音、短信还有流量。中间的通行，我们可以购买语音包和流量包。下面自动充值，我们绑定好信用卡之后，每个月会自动扣费。配购钱包，这边我们可以直接充值。第1个充值卡是没有的，我们只能选择第2个信用卡。接下来数据通过就是流量包了，5美元可以包1天500兆，10美元可以包7天1GB， 还是比较贵的。接下来是语音传递，就是语音包了，2美元1天24小时无线通话，10美元7天无线通话。在购物记录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1个充值13美元，然后有13刀是激活已经支出了。接下来我的账户付款信息，就是我们已经添加过的信用卡的信息。信用卡大家可以使用国内的全币种信用卡，当然如果之前看了我的教程，开通了 Stripe 的账户，能够无限开虚拟信用卡，也可以直接使用里面设置好的虚拟信用卡。第2个 WiFi 通话及短信，这里强烈建议大家全部都开启。如果不开启的话，我们打电话还有接收短信都是按照漫游算的，费用非常贵，大家可以看图仔细了解一下。而开启了 WiFi 通话之后，我们的通话流量和短信才真正是消耗套餐里面的容量。我们点击启用，然后下面输入地址，这个地址的话随便一个美国地址就可以了。偏好，我们可以把语言偏好设置成中文，如果你后台点进来是英文的话，也可以直接先到我的账户偏好这里把语言改成中文，这样方便理解。接下来密码就是修改密码，个人信息就是修改个人信息，其他的我就不再重复介绍了。这边我发现网页版有一个 bug， 就是没有办法去添加信用卡，输入信用卡信息之后一直是卡在这个界面，没有任何反应的。
我的做法是下载 Ultramobile 的手机 App， 然后在手机 App 里面添加信用卡是可以成功的，并且成功充值了$5。当然你也可以设置成自动扣费。设置好了之后，我们接下来需要开通的是 WiFi 通话。我们以 iPhone 手机为例，打开设置，选择蜂窝网络。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使用的网络是中国移动。我们点击下面的 WiFi 通话，点击启用 WiFi 通话。这个时候系统会开始连接，这边确认一下地址。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网页端设置好地址，所以这边确认一下没有问题，下面直接打勾点击确认，系统会自动进行连接。开通之后我们会收到一条短信提示，我们的 WiFi 通话已经开通完成。完成之后我们再点击蜂窝网络，就可以看到网络选择这里已经是 WiFi Calling。 我们在手机的状态栏的左上角也可以看到 WiFi Calling 的字样，说明 WiFi 通话已经开通成功。如果说你收到开通成功的短信，但是后台设置这里 WiFi 通话还是关闭的状态的话，你过个半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重启一下手机可能就好了。如果超过24个小时还没有开通成功的话，我们可以联系客服解决。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开通好了，所以网络选择这里是 WiFi 通话。所有的这些设置完成之后，我测试了一下，我用国内的联通号码打这个美国号码是可以顺利接通的，使用美国号码拨打国内的号码也是可以顺利接通，说明我们这个手机号码已经完全是激活可用的状态了。以上就是激活转移号码的教程，希望能够帮到大家。看到这里有小伙伴可能着急了，你说的这张卡这么好，那我到哪里能买得到呢？目前购买的渠道有3个。如果你在美国，你可以到 T-Mobile 的零售店去购买，但并不是所有的零售店都有。第二种方法是直接在 eBay 上面海淘，通过转运寄回到国内。第三种方法是可以选择在我这边登记，凑够人数之后，我向美国朋友那边团购一批寄回国。目前我手里还有几张剩余的现货，需要的小伙伴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教程内容，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分享，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也会鼓励我创作出更优质的视频，帮到更多的人。那我们下期再见。